看真实案例，品人间悲欢。大家好，我是瑞，欢迎打开 M2 档案。今天这个案件发生在法国，当时不仅是震惊了全法，更是让亚裔族群深感愤怒和不安。一位年仅20岁的亚裔女学生，就在过生日的那天，独自去看出租房。然而她不会想到，自己却走向了一个危险的魔窟。在那儿等待着她的房东是一个恶魔连环杀人犯，他已经设计好陷阱，正等着猎物入网呢。2018年9月7日星期五是 Sophie 20岁的生日，她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经济管理硕士，为了赚够学费和生活费呢，课余时间在一家酒店做夜间的前台服务员。这天她下了夜班没休息，换了衣服又要出门，因为她约了上午9点钟要去看一个出租房，然后呢再乘坐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，跟父母家人一起吃个午饭，庆祝她20岁的生日。Sophie 在所有认识她的人眼里都是个开朗、乖巧、勤奋又独立的女孩。因为上学和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了，她打算自己租个公寓。这次租房广告是她在网站上看到的，每个月全包350欧元，单独的卧室、浴室、厨房和阳台。房主呢在广告里特意提到适合单身学生住。然而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看上去条件良好、价格偏低的出租屋竟然是房东用来猎艳年轻女性的陷阱。Sophie 这一去便再无踪影，彻底从人间消失了。当天中午父母、哥哥、妹妹在家里准备好了大餐，等着 Sophie 回家，却始终见不到她出现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他们虽然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，但并没有往最坏处想。毕竟她上学和工作的城市离家也100多公里呢，也许是突然有什么事给耽误了，或者被同学朋友来个意外惊喜，临时拉去庆祝了。可是总该来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说一下呀。女儿向来懂事乖巧，从来没有像这样不打招呼把父母晾一边不管。一家人就这么不安地等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 Sophie 的妹妹和朋友决定去斯特拉斯堡警局报警。然而警察并没有把这个报案当回事儿。20岁成年人了，又不是小孩，没准昨天跟朋友喝高了，现在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没醒酒，蒙头大睡呢。这样的情况咱们警察见得多了。咱这儿警力有限，没有精力往寻人这类事情上用。警察不管 Sophie 的朋友和妹妹，也不能这样干等下去只能想办法自己找人。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线索太少。Sophie 只跟妹妹提过她要去看房，但是房东是谁，房子具体在哪儿，他们一概不知。Sophie 的妹妹和朋友又来到了 Sophie 工作的那间旅店，希望夜班的时候呢，姐姐能够像往常一样出现，然后告诉大家这只是一场虚惊。然而 Sophie 并没有出现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家心头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接下来一个或许能称得上线索的是 Sophie 在看房路上曾经给男友发过一张街头集景的照片，一座耸立在交通路口的教堂。照片发送时间是早上8点02，这是 Sophie 最后跟外界的联系。由此Sophie 的妹妹突然想到，姐姐是社交软件 Snapchat 的用户。根据这个 app 的追踪功能，她能查到 Sophie 手机最后的在线是事发上午8点45，地址是 Bischweiler 街54号。难道这里就是 Sophie 预约看房然后失踪的地方吗？ Sophie 的家人一刻也不能再等，他们马上来到这所公寓，结果发现这个地址上有140家住户。他们拿着 Sophie 的照片，挨家挨户的敲门，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这个女孩。忙活了大半天，他们也只敲开了40户的大门。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新的发现。剩下的那100扇无人应答的门的后面，会藏着 Sophie 失踪的线索吗？又或者 Snapchat 的定位有那么准确吗？ Sophie 是不是就在 App 下线的那一刻失踪的呢？这里面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把寻找导向错误的方向。对这些疑问，没人能够给出答案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大家清楚这是一次跟时间的赛跑。如果 Sophie 陷入险境，越早找到线索就越有利，越晚就越危险。此时呢 ，Sophie 的妹妹和朋友们在网络和社交账号上的搜索有了一些进展。首先他们发现近期有几条租房广告很可疑，广告描述有点类似，但是并没有留出租屋的确切地址和联系人的名字，留的电话号也是不同的。
打过去之后，号码已经无效，像是那种预付费的电话。这就奇怪了，什么样的房东出租房子竟然不留个靠谱的联系方式呢？随后又有2条线索细思极恐，先后有2个女孩在回复寻人帖时提到她们也都曾经对广告里的公寓感兴趣，第一时间跟房东预约看房，电话打通了。可是她们都是在到了房东指定的公寓前被放了鸽子。她们电话里被告知的地址不是54号公寓，而是附近的公寓。她们当时是结伴而去的，而 Sophie 是唯一一个孤身去看房的女孩，结果她就下落不明了。这种情况下Sophie 的朋友和家人真的没办法自己深入调查了，于是他们带着这次信息再次找到警局。那这次警局终于是警觉了起来，在9月10号，也就是 Sophie 失踪后的第3天，开始立案调查。狐狸再狡猾，猎人也是有办法。那个隐形的房东用的是预付费的电话，貌似无法被追踪，但是警方还是通过查询当地移动电话发射塔的日志，发现了那3个不明号码始终是跟着一部尾号307的手机号在移动。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机主他放着自己的手机不用，却偏偏使用那3个临时号码跟房客联系，这就相当可疑了。而当警察调出这个手机号主人名字的时候，他们便再也不能淡定了。一个有着30年犯罪前科的嫌疑人终于浮出了水面。警方预感到，如果 Sophie 约了他看房之后失踪，那么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这个让警方很紧张的人叫做 Ron Mark。 尽管在 Sophie 案发的时候他已经58岁了，不过他从1987年开始30多年来不断的犯事，期间还因为强奸入狱了10年。据多家法国媒体的报道，该男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奸魔。他从1987年到2001年与多起女性失踪、性骚扰和侵犯案有关，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被判刑15年。然而在2010年只坐了10年牢便被提前释放了，而这人目前的住址竟然就在 Sophie 疑似失踪的54号公寓对面。9月15号晚上10点， Sophie 失踪后的第8天，警察对 Ron Mark 实施了抓捕。他们在路上截停了他的车，然后进行了搜查。Ron Mark 的后备箱里有着尼龙防水布、绳索、刀和刀片，这些物品看上去样样都像作案工具。可是警察却没有发现直接与 Sophie 相关联的物品和痕迹。这些物证被送往实验室化验和分析，而 Ron Mark 这边则坚决否认和 Sophie 的失踪案有任何的关系。警方深知Ron Mark 这个人十分狡猾，根本就不指望他能主动交代什么。到了 Sophie 失踪后的第10天，警方拿到了许可，对 Ron Mark 的居所进行了搜查。在房间里发现的情况更加令警方不安。Ron Mark 好像刚刚对房间进行过深度清洁，尤其是浴室好像是被用刀子刮过一样。不过在他衣服的袖口、鞋子上以及地窖里的一把锯子上面，还是发现了微量血迹。这些样本后来被证明和 Sophie 的血型相符。检察官把这些作为证据逮捕并起诉 Ron Mark 涉嫌谋杀、绑架和强行拘禁等等。这里多提一句当警察站在 Ron Mark 住所的阳台上向外望去，视野很好，刚好可以把楼下街头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，包括了54号公寓。由此可以推断， Ron Mark 跟房客预约时看到女性是结伴来访的时候他就当即放人家鸽子，如果独自一人便可以实施他的计划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能根据血迹就断定 Sophie 已经被害了吗？还不能，因为没有尸体no body no case。 一方面Ron Mark 完全否认杀害 Sophie， 他对血迹的解释说是自己在路上碰到 Sophie， 看他手上受伤了，于是邀请他到家里帮忙处理伤口，之后 Sophie 就离开了。这种说辞一听就是谎话，骗鬼都不信。可是警方却没有进一步的证据，拿他也没有办法。另一方面Sophie 的父母、家人、朋友和同学尽管预感到 Sophie 已经凶多吉少，却都宁愿相信房东的话是真的，希望 Sophie 还活着。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有人对她下毒手呢？可是他们还是低估了 Ron Mark 的邪恶，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房东这个早已经臭名昭著的 Ron Mark 其实有着不错的职业履历和光鲜亮丽的学历。他曾经做过邮递员，后来在斯特拉斯堡行政学院毕业，按说还是 Sophie 的校友。
毕业后呢，他考取了个公务员，在斯特拉斯堡教育局负责学生的奖学金事宜。而在同事们眼中他早就展现出了变态的一面。吃女同事的豆腐那是家常便饭，更是性骚扰的惯犯。而邻居们也反映，让 Mark 总是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令人很不舒服。一个女邻居对媒体说，每次在电梯里碰见他眼神总让我害怕。1987年，一个名叫 Françoise 的23岁女孩上门推销吸尘器，工作记录显示她最后到过让 Mark 的公寓，然后就失踪了。当时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他。警察到他家搜查时也发现房间进行过深度的清洁，但是那个年代因为缺乏 DNA 技术无法找到证据，当时的法官就把让 Mark 当庭释放了。而他的极端变态性格在日常中也随时爆发，令所有跟他交往过的女性如同陷入梦魇。1990年代，一位跟他有短暂交往的女士回忆，当他提出跟让 Mark 分手以后，他的反应居然是直接把他的汽车轮子卸掉，以发泄报复。一位叫 Caroline 的前女友讲述了一段可怕的回忆。某天两个人约会去游泳，他改了主意打算走了，不幸的是被让 Mark 逮住了。他强迫他上车，开足马力至一片偏僻的森林中，一把将他推出车外，猛踢他的肚子。1995年8月，一名德国女游客在路上搭顺风车，她遇到了让 Mark， 而这个禽兽呢，手持武器强暴了她。这起案件后来在2001年才开庭审理，让 Mark 被判处15年监禁。然而呢，后来他只坐了10年牢就被放出来了。而他这样的恶魔是不会停止作恶的。出狱几年后，他就将魔爪伸向了 Sophie。对让 Mark 家搜查后不久警方给 Sophie 全家带来了噩耗般的结论。根据对血样检测以及对血量的推算，几乎可以断定 Sophie 遇害了。尽管如此， Sophie 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当地热心的民众仍然抱有一丝希望，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寻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仍在 Sophie 的失踪地点不断扩大范围，到周边的郊区进行搜索，同时也敦促当局尽早调查，赶快给家人和公众以交代，还原事件的真相。就这样过了1年多时间来到了2019年的10月23日，警方在45公里外的某处森林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女尸，尸体已经化为白骨。根据法医的鉴定，这正是失踪的 Sophie。 得知这个消息， Sophie 的父母、家人和朋友悲痛欲绝。 Sophie 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，她天资聪颖，刻苦好学，是妹妹的榜样，也是全家的希望。 Sophie 的父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越南以难民的身份来到法国，几经辗转在阿尔萨斯塞克内市落脚，经过多年打拼，把他们兄妹3人拉扯成人。就在全家苦尽甘来的时候， Sophie 却无端被害。案件的发生以及警方初期的不作为，引起了塞克内这个12000多人口的小镇居民的集体愤怒。他们和无数亚裔民众支持受害人家属，连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，呼吁法国司法机关严惩让 Mark 这个恶魔。此时的让 Mark 呢，仍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对他的审讯经常持续7-8个小时，但是他拒不认罪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，一晃来到了2020年。有人说是抵不过舆论、警方、证人的压力。我觉得呢，以正常人的思维去猜测他的动机都是徒劳的。总之让 Mark 最终给法官写了封信，承认并且交代了他杀害 Sophie 的犯罪事实。然而呢，他仍然坚称自己属于过失杀人，并非蓄意谋杀。强调这一点的用意很明显了，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的判处有着天壤之别。过失杀人是嫌疑人辩护律师为他减轻惩罚的前奏。根据让 Mark 交代案发那天他见到独自前来看房的 Sophie 年轻可爱，顿时起了色心，企图侵犯她。Sophie 虽然弱小，却抵死不从，拼命反抗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，这令让 Mark 备受打击。他在信中用强烈的沮丧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。换句话说受害人的抵抗令他不爽，这倒成了他痛下杀手的理由。恼羞成怒的让 Mark 瞬间失去理智，几记重拳捶在瘦弱的女孩身上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失手杀人。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将尸体肢解再抛尸山林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到底是蓄意谋杀还是过失杀人，遇害的 Sophie 已然是无法作证了。但是就他的累累前科恶行，他的话谁还能信呢？
2022年7月，斯特拉斯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庭审的第一天 ，Sophie 的母亲当场就晕了过去。痛失爱女，她不得不听着检方陈述尸检报告的细节，听着凶手残忍杀害爱女的手段如同刀刀扎心。第二天出席的证人是一名30多岁的女调查员，她是性格分析心理学专家。这名调查员呢，与 Jean-Marc 在监狱里交谈过3次，期间 Jean-Marc 竟然多次故意用脚踩她的脚进行骚扰。看到调查员尴尬的表情， Jean-Marc 就显得一脸满足，真是太变态了。检方还找来 Jean-Marc 的另一位前女友出庭作证。起初呢，他一直保持沉默，虽然早已经分手，但他只要想到 Jean-Marc 就脊背发凉了。10年的时间都无法摆脱嫌疑人对自己造成的恐惧。这次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阴影，作证揭露这个人渣。他作证说，他经常打我，我不知道他对拳头的力度是否心里有数。他曾经给了我一耳光，扇到我看东西都重影，甚至还打断了鼻梁。Jean-Marc 就是一座冰山，人们看到了那10%，而剩下的那90%深不可测。我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内心，事实上没人了解。另外一个来法庭作证的名叫 Anis 的女友也有类似的说法。当法官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分手，不求助警察的时候， Anis 激动地控诉说自己无数次报警，可警察压根儿不管啊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 Jean-Marc 那边竟然当庭哈哈大笑。Anis 在 Sophie 遇害时呢，还是 Jean-Marc 的正牌女友。他在法庭上作证说 Jean-Marc 提过杀害 Sophie 纯粹是个意外。Anis 表示他不难想象当时的场景，毕竟自己是过来人。Jean-Marc 打 Sophie 就跟打他一样，从来不控制力度，很难不出人命啊。2022年7月，法庭宣判，被告 Jean-Marc 被判处无期徒刑，22年不得假释，并赔偿受害者家属43.5万欧元。这个判罚怎么说呢？对于 Jean-Marc 来说，他的余生基本上要在牢里度过了。在犯罪成本过低而为人诟病的法国，已经算是重判了。而对于那些受害人家属来说，只要这个恶魔还在这个世界上消耗氧气和食物，就是法律的不公。而对于那些松懈倦怠的法国警察、司法大老爷们，他们会因为那么多美好而弱小的生命的逝去而羞耻和惭愧吗？最后提醒大家，女生租房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，找房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一个人去，找个朋友陪着一起去。再一个就是看房的时候要注意房内有没有隐藏摄像头这些东西。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够提高警惕，保护好自己。咱们下期再见。